大家好，我是小夏，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今天要说的主题呢是保险。虽然保险业呢鱼龙混杂啊，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说起保险来就很抵触，但是呢，我觉得合理买保险是家庭理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今天想说的呢，并不是普通的就是医疗保险啊，因为现在几乎人人都有。在美国呢，要不就是跟着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走，要不然就是说有 Medicare、Medicaid 的这个红蓝卡。那我想说的呢，主要是自己在保险公司能买到的一些保险类别，我们为什么需要买保险，我们应该如何规划。那第一个需要想明白的道理就是，保险是做风险转移，把自己承担不了的风险，或者呢会对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风险转移出去。每一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如果要配置保险，就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情况梳理家庭的风险。比如说，如果得一场疾病，医药费50万就足以将整个家庭拉入泥潭的话，那你就肯定需要考虑配置医疗险、重疾险。因为就像美国的这种普通的医疗保险啊，如果遇到癌症或者什么大病，也会是一个天价账单，它的保费没有那么高。再比如呢，家里的经济来源呢都在一个人身上的话，那么就需要考虑给这个经济支柱配置寿险、重疾险。再比如，如果你家里的收入并不是稳定的，就是拿工资，而是看天吃饭，那么呢可能需要考虑年金险来保障未来的现金流。再比如呢，如果家里的财富比较多，但是呢你担心孩子成人之后不争气啊，把财富给霍霍完了，也可以通过配置年金的方式，再加上存信托来保障孩子的未来。所以呢，保险一定是要考虑到自己家庭的具体情况，而不是跟风购买。我觉得我可能呢，就是受我妈妈的影响啊，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呢，就买过一些各种各样的，比如什么教育险啊、成长险。我当时其实都不太关心这些的，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有了孩子了，我妈呢还会说起来，当年有一些保险产品很划算呀，特别好，现在都没有了。然后也会问我是不是要安排一些年金类的保险呢，给我自己的孩子。那这里呢就要强调第二个重点了，年金保险并不等同于投资，投资呢是为了获取利益，而保险是为了将来有稳定的现金流，并不会因为家庭财富的变故而导致没钱上学或者没有钱生活的这样的后果。很多保险经纪人在推这个年金险的时候，经常是用的这个话术就是啊，现在全世界都是负利率时代啦，通胀这么高，买年金是特别好的投资，或者说好多富人有钱人都配置了年金，人家那么有眼光，那么会投资，还能买错了吗？你是不相信这些富人的决策吗？这个呢是事实，几乎所有的有钱人都会买年金和开信托，但是他们这么做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为了获取投资收益，而是主要有以下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也是最重要的，富人其实往往背负了大量的负债，因为他们的公司运营呢，基本都是要有贷款或者投资方的。越是富人，往往利用的这个杠杆越高。但是万一哪一天生意出问题了，公司面临破产了，那提前买的年金呢，可以保障自己孩子未来有稳定的现金流。就算最后自己真的不幸破产了，也不会影响孩子的上学和基本生活。要知道，很多富人家的孩子啊，上学1年几万美元或者几十万人民币的支出是很正常的，保障现金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那第二个目的呢，其实是为了资产多元化的配置，也是一个双保险。我身边其实是有不少的朋友啊，就是他在美国和中国都买了一些类型的保险，或者因为家里的父母在国内，所以有一些保险专门买的是国内的。有一些人呢是为了美国这边自己的孩子买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美国的小伙伴们啊，很多其实都是国内的社保自己也交着，就是先交一个最低线，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将来有回国的打算呢，这样也是能多一层保障。第3呢是为了财富隔离，很多富人阶级呢想的往往比较长远啊，自己将这么多钱都留给自己的孩子了，那万一将来孩子结婚遇人不淑怎么办？万一孩子离婚了，几乎1半的财产就要分出去了。而年金呢就是专人专用，给谁买就是谁的，离婚并不能分这个年金。大部分情况下呢，其实信托也是有这个用处啊，比如我可以指定说和我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亲属才可以领取，也就是我自己的儿子女儿，他们的儿子女儿，也就是我未来的孙辈，都可以从信托中领钱。但是我的孩子的配偶和我孙辈的配偶就不好意思了，要是和我的孩子闹离婚，是不会把我和老麦挣到的钱分给这个人的。
那而且呢，合理配置年金加上信托，可以有效的避免自己的子女败家，把家产一下就挥霍干净。因为这两种一般呢都是限制每年领取，不同年龄呢有不同的金额上限。反正不管怎么说，这3点目的都没有投资属性，所以买保险应该算是理财计划的重要一环，而不是为了投资挣钱的。最后呢，咱们来讲讲具体的怎么选择保险产品这个公司和经纪人啊。继续往下看之前，问问大家点赞了吗？小夏这么用心的做视频，希望大家能够点赞、留言、分享。还没有关注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还在等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追求财富自由吧。那说回呢，在美国买保险啊，从选保险公司来讲呢，其实大家还是可以比较放心的，因为本身美国对金融市场的法律条款是很健全和严格的，所以不用特别担心。而且呢，美国的这个保险公司是不会被破产，只允许被并购。同时呢，保险公司都有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NAIC） 美国国内保险机构的监督。具体到买保险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要多加比对产品。公司知名度呢虽然是一个衡量标准，但是不同公司同品类的保险产品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最后呢，你买的又不是这个公司的股票，而是具体的保险，所以公司的知名度呢只能作为参考的一点。那回到开头的第一点，你一定要想清楚自己家庭的主要需求和特点，才能有针对性的选择，而不会被轻易的忽悠了。而且呢，买保险也是需要经纪人的，这个事儿呢和买房也差不多啊，经纪人的好坏也挺重要的。大公司的保险呢，就大保险公司呢，也可能会有口碑不好的经纪人。那我们能做的呢，就是说花时间多问，询问一下不同公司的产品来做对比，同时呢，可以选择多个经纪人对同一家公司的产品做了解。真正专业的经纪人呢，并不会去攻击或者否认其他家公司，他们不会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选择代理公司的经纪人来为自己介绍，这种情况下要比选那个只卖一家产品的经纪人呢，多数情况下会更靠谱一些，因为这个就像贷款经纪人一样，他会帮你去多家银行和机构找利率最低的，而不是说你去了一家银行，你只能看一家银行的。所以代理公司呢，最后给你确认审批的这个保险单子，其实跟选定的这家保险公司直接找一个经纪人没有任何区别，费用上也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代理公司的经纪人呢，一般他们会推荐多家候选公司的产品，能从更客观的角度上去分析产品，对客户的适用性更强。同时呢，应该对经纪人说的话呢有大致的分析。有一些经纪人可能会为了利益故意夸大有一些年金险的回报啊，这样其实就挺不好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呢，其实选择经纪人就是在选择人品，经纪人的人品好坏呢，远比选择一家好公司的产品要更重要。那以上这些呢，就是小夏对于保险理财今天给大家做的基础介绍了。希望今天的视频呢对你有所帮助。有什么问题和感想都欢迎留言给我们，也可以写邮件给我们。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